都什么时候了？夫人准备的燕窝粥呢？相爷待会儿就要进宫，误了时辰，你们担待得起吗？李管家，这夫人房门紧闭，这粥夫人已经7天没亲自动手了。何止是粥，连相爷的朝服，夫人都不再亲手熏香了。你们瞧，相爷今早的衣裳褶子多的，换做以前。相爷胃不好，这粥得熬足时辰才糯，旁人做我不放心。变了，这相府的天真是变了。神了，相爷在书房待到2更，夫人连那盏守门灯都给灭了。前几日夫人生辰，备了一桌菜，等到天亮，相爷都没露面，连个信都没传。换作是我，心也该凉透了，谁还守着那没心肝的？快看，相爷进屋了。京城贵女都说见陪相误终身，上一世我也曾这样以为。家国天下永远是第一位，我无暇顾及儿女情长。你若想好，便安分守己。成婚后，他果真满心满眼都是家国天下，连我身中剧毒都不知。陪相能有今日之功，定离不开尊夫人的贤德。不知陪相如何看待发妻？那只乃是父母之命，我们虽共度半生，但我对她并无男女之情。我此生的心血与抱负，皆许给了这大好河山。情爱不过云烟，社稷方为千秋。他在庆功宴说，心血与抱负许给了大好江山，却不知我毒发痛得满床打滚，五脏俱焚，整夜无法回魂。那天，我的灵魂在空中飘了3天，看着我的尸体在偏院停了3日才被发现。晦气！死在偏院3天了才发现，相爷果然一点不在乎他。可裴行之却在得知我的死讯后，脸上连神情都未变分毫。丞相，是夫人的丧报。退下吧。原来他真的从未爱过我。你近日是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往日那些琐事做得倦了，想歇歇。身为相府主母，任性也该有个限度。裴行之是光耀九州的权臣，但做他的妻子太苦，因为他心里装满了天下，唯独没有我的一席之地。所以重生后，我便修书一封送往避世已久的药王谷。再过2日，回信一到，这高宅深院，我便再也不回了。这一世，我只想为我自己而活。看这些做甚？府内账目打理完了？没什么，闲来无事看看书。哼，你身为裴家主母，职责是围着后宅转，看这些医道杂学，荒谬。爱人先爱己，上一世我为你放弃医道，落得个尸庭荒院的下场。裴行之，你这满心社稷的丞相，又怎会看中一个困于深闺的弃妇？今日上元节，宫中赐了灯会的帖子，你与我一起去看。明日起你恢复如常，不许再闹。下与裴行之看灯会，简直是千金难求的机会。若是上一世的我，只怕会视若珍宝。我不去。为何不去灯会？只因忘记了你的生辰。我乏了，要歇息。相爷请便。换衣裳，现在便去。灯会还有半个时辰才散，你必须出现在那儿。裴大人，你是当朝宰相，你的决断永远英明。可我是个人，不是你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物件。只要你一天是裴夫人，便一天不能有你。走。同处一室，却似隔着千山万水，这种滋味，我受够了。相爷，躲不开了，撞上来了！裴行之，救我！我的腿！图纸，那里面装着治水机密和边防图，绝不能丢。裴行之，救命！果然啊，裴行之，在你心里，那一匣子死物
永远比我的命金贵。这江水真美，这一世我再也不要爱你。夫人，您可算醒了。您在江里泡了太久，受了极重的寒气。裴行之呢？相爷守了您半个时辰，宫里突然传来紧急朝议的消息，说是昨晚救下的那匣子面急需查验。相爷临走时吩咐，让您在此暂且养着，粥在炉子上温着。紧急朝议，又是紧急朝议。上一世亦是如此。我小产时，他在早朝。我落水时，他在议事，甚至我双亲忌日，他都在远行巡边。快去请相爷！夫人大出血，快不行了！相爷，夫人难产，御医说怕是保不住了。本相正在推行新政，今日乃是中选，天大的事也得等我退朝，让稳婆守着，莫要拿这些后宅琐事乱了本相的心神。夫君，今日是我爹娘的忌日，能不能陪我？巡边在即，死生之事不过是繁文缛节。他的天下装得下九州万方，却唯独装不下我苏亲王。对了，方才有人给您的飞鸽传书。天资聪勇，破格录用。破格录用，我终于有属于自己的底气了。夫人，您哭了。这信，我不是哭，我是太高兴了。药王谷，我终于能为自己活一次了。苏家没落，全家人的命都悬在你身上。嫁给裴行之，是你身为苏家女儿唯一的用处。婉儿，放下这些，将后宅安顿好，让我无后顾之忧，便是对我最大的助力。前世我牺牲了一辈子，这一世我入选了药王谷，也终于可以堂堂正正为我自己活一次。待我收拾整顿，不日前来药王谷报道。瞧瞧隔壁房那汉子，为了给娘子补身子，跑遍全京城买老舍，这才叫郎君呢！日日守在床头，哪像相府那位？上一世听见这话我会心酸，这一世我却只觉得吵闹。柳如烟是裴行之的同僚，当朝唯一的女侧室。上一世这个名字如梦魇般缠绕了我一生。裴相，这治水不妨图，妾身觉得尚有疏漏，咱们边吃边推演。如烟心思缜密，因仰慕裴行之的女子众多，但柳如烟聪明就聪明在，她对裴行之只谈国事，不谈风月。哟，那不是裴夫人吗？哟，那不是裴夫人吗？裴相刚指点完我的策论，我做东请他。夫人，您可千万莫要多心啊！柳大人多虑了，你们商议设计，我点我的菜，互不相干。10年痴恋，3载夫妻，换来的是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对我视若无睹，甚至连我的伤势都从未关心一下。小心啊！手如何？可有烫伤？时间到几点？无碍。你这双手是用来绘玉图的，万不可有损伤。我去买烫伤膏。果然，裴行之，在你心里，我的命永远都如草芥，甚至可以用来替柳如烟挡灾。很难受吧？裴香亲手把你推出来挡灾，最后连看都不看你一眼。苏清婉，我要是你，早拿根绳子吊死，省得在这碍眼。你想说什么？你还不懂吗？裴相心中无你，你占着这正妻之位，除了换来一身伤，
还得像条狗一样守着他的后宅。那你呢？明知他心中无你，却非要借着国师的名义自轻自贱，你这般贴上来，又是为了什么？他看中我，因为我能助他平步青云。你能干什么？除了算盘和灶台，你根本配不上他。裴相留着你，不过是因为你这管家婆用的顺手。换个人打理后柴太岁神，他的精力是要留给天下的。顺手，原来在他心里，我只是个廉价的管家婆。柳如烟，你既有才情入朝，满脑子想的却不是黎民，而是抢男人。我为大梁有你这样的官感到悲哀。你找死！疯了，那是边防图，那又如何？等裴相过来，你猜他会觉得烧坏图纸的那个人是谁呢？家人呐，救命啊！裴夫人要烧毁边关机密。苏清婉，我推你挡茶，是因为如烟的手关乎社稷。你身为诰命夫人，本该识大体。即便你心怀怨怼，也该冲着我来。可你竟敢烧毁边关密函，那是多少将士的性命，是朝廷的机密。你可知那图纸有多重要？我没有，是柳如烟自己烧的。那是他耗费3月绘出的前程，他会自毁前程来害你。我知你善妒，却没料到你已丧心病狂到通敌卖国。他竟宁愿信一个外人，也不肯信我半个字。裴相，有人举报此处有人损坏边机机密，意图通敌。嫌犯苏氏，按律当押入诏狱严审。通敌卖国，柳如烟竟是直接扣了这么大一顶帽子，还招来了锦衣卫。带走，慢着。我到底是他夫人，他可会为我做主？我到底是他夫人，他可会为我做主？裴相，您这是要……此图虽毁，但底稿尚在兵部。内子无知，此举不过是妇人私愤，绝无通敌卖国之能。可毁坏边关密函乃是死罪，本相愿以爵位担保，此事由我一力承担。罚俸也好，思过也罢，人你们今日带不走。既有裴相爵位担保，死罪可免，但活罪，下官回宫后怕是难交差。活罪，本相自会亲自管教。收兵，告退。他竟然为了保我，一气压上爵位。裴行之，在你心里，是不是还有我的一点位置？为何？裴行之，你既然觉得我恶毒，觉得我通敌，为何还要保我？他竟然为了保我，不惜压上爵位。裴行之，在你心里，是不是还有我的一点位置？为何？裴行之，你既然觉得我恶毒，觉得我通敌，为何还要保我？诏狱那种地方，阴尸安葬，进去不死也得脱层皮。你若是死在里面，裴府会很麻烦。麻烦？只是因为麻烦？母亲近日旧疾复发，只喝得惯你熬的药膳。府中那些人情往来的礼单、祭祖的规制，眼下也没人比你更顺手，所以你得留着这条命回府继续操持，这是你身为裴夫人的价值。原来如此，柳如烟说的对，裴行之保我不是因为情分，是因为我是一个廉价又听话的管家。疯什么？这几日回府禁足思过，莫要再丢裴府的脸。裴行之，若有一日，有个比我更听话、更会伺候高堂的女子出现，你会像扔掉破麻布一样换掉我吗？若真有那样一个女子，既能妥帖照料高堂，又能让我无后顾之忧地处理朝政，苏清婉，我会考虑换掉你。
好一个会考虑！裴相果然是大梁第一至诚之人。疼吧？只有这透骨的疼，才能让我记住，我爱了这么久的男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畜生。不可理喻。你既然病了，回相府后便在偏院面壁思过，非必要不得出。这两世，我究竟在奢求什么？这种满心只有权力的男人，心是石头做的。2天了，裴行之一次都没出现，看来他真的是想让我一个人自生自灭。哟，裴夫人这是怎么了？才2日不见，竟像是一条死狗一样趴在地上。真未想到你在裴相心里竟还是有些分量的，哪怕你担着通敌叛国的死罪，相爷竟也舍得押上爵位保你。分量？保我，不过是因为裴府需要一个帮他管家的仆人，而我恰好顺手罢了。裴行之在病房说的话，你不是都听到了吗？他不过是缺个伺候老夫人的下人，缺个能让他毫无后顾之忧处理朝政的顾家。那又如何？只要你在裴夫人这个位置上一日，我便觉得碍眼。你可知那日在酒楼，相爷是如何评价你的？他说你现在越发像个深闺怨妇，让他看了便觉得倒胃生厌。深闺怨妇，生厌，这种下贱骨头也配喝药？既然裴相舍不得收拾，那便由我来替他清理门户。来人，将这蛇蝎心肠的毒妇给我拖到大街上去！烧毁密函的通敌犯，神气什么？苏亲王，今日之后，我要让你在京城名声扫地，看你还怎么站着那个位置。柳如烟，这般当街羞辱我，就不怕裴行之知道吗？乡亲们，快来评评理啊！这就是当朝宰辅裴大人的正妻，尊贵的相府夫人啊！什么？这是相爷夫人？怎么弄得如此狼狈？我是朝廷钦点的女官，一心只为社稷，可这位夫人只因嫉妒裴相赏识我的才华，竟然在酒楼，竟然用滚开的沸水，生生要废了我的手！他不仅要废我的手，他还丧心病狂的烧毁了边关布防图！柳如烟，图纸分明是你亲手点的火，你为了构陷我，大家快看，他到现在还想往我身上泼脏水！他仗着自己是诰命夫人，无法无天，视国法如无物。裴相念及旧情，不忍大义灭亲。可我柳如烟不能看着大梁的机密白白被烧。这种毒妇烧了将士的命，还有脸在这狡辩！呸！最毒妇人心，边关要是破了，你就是千古罪人。烧毁图纸是死罪，相爷不休你，咱们替相爷教训你。裴相念
念及3载夫妻旧情，不忍追究。可他竟然在府里装病，还要打骂我这个受害者。相爷仁慈，我们不能看着忠臣受辱，这种毒妇就该进猪笼。不是我，图纸不是我烧的，就是他烧了咱们的图纸。上一世我死在偏院，无人问津，重活一世，我竟要在这众目睽睽之下，像只蝼蚁一样被践踏吗？苏清婉啊，苏清婉，你嫁给裴相又如何？裴相不爱你，你占着夫人的名号，却活得连下等的婢子都不如，真是可悲。别乱动，你肋骨断了一根，右手小指也碎了，能活下来已是万幸。这是哪儿？这是京兆尹府，路过的御史大人看不下去那群疯民，报了官，把你从鬼门关拉回来的。这手以后怕是拿不得重物了，哪怕长好了，也会落下残疾。不能拿重物，这是我用来施针、抓药的手。裴夫人，您这伤势该在屋里躺着。不，我要让伤害我的人付出代价。裴夫人，您这是何苦？有事大可回相府商议。民妇苏清婉，今日不求裴府庇佑，只求青天大老爷做主。我要状告当朝女官柳如烟。你要告柳大人？那可是裴相的人。我要告他当街寻衅滋事，教唆刁民行凶，致我重伤残疾。路过的御史大人可为证，那闹市口千百双眼睛可为证。他柳如烟借着社稷之名行凶，我苏清婉今日便要在这京兆尹大堂讨一个公道。大人，苏氏烧毁边关密函在先，我不过是代裴相惩戒通犯，何错之有？他这一身伤，乃是民愤所致。御史大人，您看这毕竟涉及相府内部。本官亲眼所见，你柳如烟站在大街上教唆泼皮行凶，身为朝廷命官，竟在大街上行此泼皮无赖之事，简直是有辱斯文。苏清婉，你以为找个御史就能翻天？裴相绝不会放过你。柳大人，我今日不谈裴相，我只问你，踩断我指骨的恶霸，可是你带来的家奴？大人，此人已供认不讳，正是受柳大人指使，专挑夫人的手下狠手。大人，相爷交代，柳大人是国之栋梁，此间误会，还请大人网开一面。老管家晚了，苏夫人击鼓鸣冤，事情早就闹得满城风雨，都上敌报了。如今御史台盯着，百姓看着，这人本官保不住。女官柳如烟，
当街寻衅，情节恶劣，判杖责20，罚俸半年，禁足思过，即刻执行。我是女官，我是陪执行的人，谁敢打我？夫人，柳大人已经受了刑，这下总算消停了。消停了。终于清静了。你还知道回来？我在问你话，你竟然真的报官，抓了柳如烟！苏清婉，你长本事了！放开！放开！你知不知道马上就是秋闱策论的中选？如烟是当朝唯一的女侧室。我费了多少心血才把她扶到这个位置？这时候让她收20账册，还闹上了敌报，等于当众扒了她的皮。你这是要毁了她的名声，毁了她的前程。裴行之，你的心全在他的前程上，那你可曾看一眼我的手？柳如烟煽动百姓围殴我，让人活生生踩断了我的指骨。我是学医的，这只手废了，我拿什么施针？我这一辈子的命你不知道吗？他是冲动了些，但那是你烧了他的心血在先。苏清婉，你就不能大度一点，非要毁了他你才甘心？有什么事不能在府里私下解决，非要闹到京兆尹去，让整个相府跟着丢人，让全京城的人看本相的笑话。私下解决，私下解决的结果就是我白白被打废一只手，而他继续做他的女侧室，继续在你面前装柔弱扮可怜。裴行之，我是在求活路，不是在报复。还敢说不是报复？你分明就是嫉妒他的才华，嫉妒他能助我平步青云。原来，在那2万字的治水策论面前，我苏清婉的10根手指，甚至我的半条命，都比不上。裴行之，我真的好累。随你怎么想，人是京兆尹抓的，罪是公堂定的。你若真有本事，现在就去把京兆尹的大堂拆了。站住！你要做什么？把他放下！苏清婉，我知道这玉佩是苏家祖传的幸运，是你的命根子。裴行之，那是母亲留给我唯一的遗物，你还给我！我警告你，日后你若再敢动柳如烟一根毫毛，或者再敢毁坏我和她的前程，我就当着你的面把她砸得粉碎！不要！不要！求你！裴行之，
我求你，把它还给我。早这般听话不就好了？给我安分点。相爷，相爷不好了，相爷不好了！黄河决堤，圣上急召您入宫议事。被救！还给我，把玉佩还给我！死开！苏清环，相爷，马车备好了，黄河决堤，圣上在太极殿等得发火了，人命关天，迟一刻就要掉脑袋了。黄河之事，关乎大梁国运，容不得半点差池。苏清婉，这一状是你自找的。既然有胆量状告女官，这点伤想必也死不了。你自己处理一下，别在本相面前装死博同情。本相没时间看你演戏。裴行之，为了权势，为了社稷，你可以弃我于不顾。这一撞，撞碎了我3年的执念，也撞断了你我之间最后一根红线。额头这道疤，我会留着，每疼一次，我就会记起今日的血，今日的雨。裴行之，今日之后，你我死生不复相见。我还有自己的希望。夫人，这是相爷差人送来的，祛瘀生肌膏，说是西域进贡的，您抹一点吧，免得留疤。不必，心都烂透了，还要这副皮囊光鲜给谁看？拿走吧，我不抹，留疤最好，留下来这道疤能提醒我，让我每看一次，我就多清醒一分。这府里是怎么打理的？行之每日朝政繁忙，回来还要住在这种落灰的地方。苏清婉，你这主母当得愈发多懒了。行之呢？怎的还没回来？朝中事忙，黄河决堤是天大的事，相爷自然顾不上回家。你倒是有借口，身为发妻，不想着如何体贴夫君，整日里搞得这般病殃殃的，丧气。罢了，上菜吧。母亲，行之啊，可算回来了。瞧瞧，都瘦了一圈。那黄河的事儿哪有你的身子重要？行之，清婉，
你二人成婚也3载了。往日里说行之忙，老身也忍了。可如今行之权倾朝野，裴家这么大的家业，总得有个承继香火的血脉。老身这把老骨头还能活几年？我就盼着能亲手抱个孙儿。行之，子嗣之事该提上日程了。母亲，朝局未稳，此事……朝局，难道大梁离了你就亡了不成？苏清婉，你说你是怎么当裴家媳妇儿的？上一世，我为了求子吃尽苦头，小产出血也无人在意，结果换来的是在偏院任我哭朽。母亲，儿媳不喜孩子。这怎么可能？王熙她为了求个孩子，曾跪在佛前3天3夜不肯起，甚至不顾主母体面，跪在我面求我坐在正房。而今，她竟然说不喜孩子。儿媳觉得如今这般相敬如宾便很好，子嗣之事无需改变。你不喜，真是反了天了！一个妇道人家不想着为夫家延绵香火，整日说这些混账话。家娶你回来是当摆设供着的吗？行之，你瞧瞧你娶的好媳妇，罢了，这顿饭老身是吃不下去了，免得被这不孝媳妇气死。起驾，回府。站住！你方才对母亲说的话，可是真心？你当真不喜孩子？自然是真心。不喜孩子是真的，可不想生下你裴行之的孩子更是真的。该死！裴夫人，这么晚？裴相，关于黄河改道的细节，下官有了新的想法，特来找您核对。裴行之，你厌弃我，书房里却永远有柳如烟的位置。你怎么了？裴行之，你清醒点儿。裴行之，你疯了！放开我！苏清婉，你这几日对我这么冷落，不就是想让我这样对你？你欲擒故纵的把戏，你还要玩到几时？我没有。裴行之，你放尊重些。冷落本相，状告如烟。苏清婉，你费尽心思激怒我，不就是为了求这一刻的垂怜吗？垂怜？
裴行之，你现在的触碰只让我觉得恶心至极。你放开我！裴相，快醒醒！我要被这毒妇害了！这是何故？裴相，是他，是苏清婉在给您的参汤里下了下作的媚药。我方才去小厨房巡水，亲眼瞧见了还没倒掉的药渣。柳如烟，原来你谋划的是这出戏。苏清婉，你竟然用这种肮脏手段想怀上相爷的孩子，好把相爷一辈子锁死在你的后宅，你简直不知羞耻！裴相，你看，这是我在他枕头下面翻出来的，这里面全是西域传来的催情邪物。苏清婉，竟然真的是你！相爷，他这是要毁了您啊！明知您现在推行新政已经到了关键期，不宜分心子嗣，他竟敢玩这种阴招，他这是要毁了大梁的社稷啊！我以为你变了，变得孤傲清高，原来一切都是你的欲擒故纵。你依然是那个为了顾宠不择手段的恶毒妇人。裴相，你要做甚？裴行之，要杀便杀了。苏清婉，你给我听清楚，你想生孩子，想用这种下作手段绑住我，痴心妄想。即便我此生绝死，也不会让你这种毒妇生下我的血脉。苏清婉，让我觉得脏！云佩，裴行之，求你还给我！求你还给我！我说过，你若不安分，这就是下场。碎了，我在这世上最后的念想被裴行之亲手摔碎了。裴相，您的伤……滚！玉佩，母亲，对不起，我留不住，我什么都留不住。裴行之，你以为你摔碎的只是一枚玉吗？你摔碎的是我苏清婉2辈子的自尊，是我对你最后的一丝爱。裴行之，从此往后，你我之间恩断义绝。苏清婉，本座决定将亲自收你为关门弟子，速离京城，即刻入谷，莫再耽误。多谢，多谢，裴行之，如你所愿，这裴夫人我不当了。天下之大，自有我的去处。药王，这次我真的来了。
靠枕、梅瓶。这屋里的每一件东西，这些都是锁住我这头牲口的缰绳。裴行之，这些锁链我不要了。裴行之，如你所愿，我去过我的人生了，去找旁人了。你我此生不复相见。裴行之，你最在乎你的尊严和体面，我便要你在余生里，每每想起我，都如鲠在喉，万箭穿心。夫人，您这是要出府？相爷交代过让您禁足。禁足的是裴夫人，与我苏清婉何干？原来外面的风是热的。新的生活开始了。传家去蜀中。好嘞，娘子请进，这就启程。裴行之，再见。真的要离开京城吗？去了蜀中，人生地不熟，我害怕。莫哭，有我在呢，我会让你有好日子过的。擦擦吧，离愁别绪，哭也无益。多谢这位娘子。娘子是一人远行，离了家你竟一点都不难过吗？不难过。那你是去投奔亲戚，还是去游历？去求学，去药王谷学医悬壶。学医求学，真好啊！我也想学点手艺，可家里长辈说，女子就该守着那四方天地，伺候夫婿。娘子，你真勇敢。勇敢吗？我若是早些有这份孤勇，也不至于在前世落得个曝尸荒院的下场。不过没关系，上天既然给了我重来一次的机会，我也该有重活一次的勇气。底气都是自己给的，你也可以。再见了，裴行之，再见了，这令人窒息的前半生。往日此时，那盏孤灯总是亮着的。水也是凉的。苏清婉，你到底要跟我赌气到什么时候？找旁人？苏清婉，你欲擒故纵的把戏还没玩够。离开裴府，你一个只会绣花煎药的弃妇，能去哪儿？真的走了，好，很好。苏清婉，你最好有本事永远别回来。本相倒要看看，离了裴府，你在外头能撑过几日？不过是欲擒故纵的把戏。苏清婉，我等你回来求我的那天。不过是个闹脾气的妇人，也值得让本相深夜无眠。明日朝议庭变，本相绝不能出半分差池。裴行止，要杀便杀吧。那种眼神，他怎么敢用那种眼神看我？不过是惺惺作态罢了，本相何必心慌？救我！婉儿，只是个梦。
苏清婉，你长了本事，学会离家出走。等你在外头碰了壁，盘缠用尽了，你会回来跪着求本相收留你，一定会的。苏清婉，这场欲擒故纵的把戏，本相就陪你玩到底。我倒要看看你能演多久！管家，滚进来！这袖口的扣子呢？相爷恕罪，这金扣松了。往常都是夫人会亲自检查一遍，再重新加固。小的们粗手粗脚，没留神。滚出去！以前的时候，你早该端着酒，可是请我喝2口。你这种以退为进的招数，这茶怎这般色？本相说过要雨前龙井，3分茶7粥水，你拿陈茶糊弄我！相爷饶命！这就是雨前龙井啊！往常都是夫人亲自为您备好了茶叶和山泉水，连浸泡的时辰都掐得死死的。小的是按宫中的例分泡的。出去！全部滚出去！我去找旁人了。苏清婉在大梁，谁敢接本相不要的欺负？苏清婉，你当真狠得下心还不回来？这是他存放杂物的地方。请家书，失传100年的古医典残卷，阴阳互补，真入3分。苏清然，你竟然在我不知情的时候钻研到了这种地步！这是泪痕。榜首，太医院考核榜首。苏清婉，我一直以为你只会围着灶台打转，以为你离了我便活不下去。你早已身后，早已谋好了退路，而我竟然还在等你在外头饿肚子回来求我。韩威，给我滚出来！查夫人到底去了哪里？去查，动用所有暗哨，查清楚苏清婉的动线，哪怕她逃到天涯海角，也要给本相找出来。属下领命。你走不掉的，苏清婉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你离了本相寸步难行。相爷，查到了，夫人于昨日辰时只身出现在城南码头，没有带相府的随从。然后呢？夫人上了一艘乌篷船，顺流而下，那是往蜀中方向去了。蜀中，山高水远千里之外，苏清婉，你竟然去了蜀中？对啊，药王谷在蜀中，我刚刚怎么没想到？不是去礼佛避暑，你是要彻底断了京城的联系，去过你自己的没有本相的人生。备马，明日本相要亲自去蜀中。如今太后垂帘听政，朝中大事多由她定夺。我要去找太后告假，去找苏清婉。裴青，今日早朝百官都在等你，你怎会来我这儿？臣裴行之向太后告假。告假？黄河决堤，万民哀鸿，改道之事迫在眉睫，大梁的江山社稷都压在你肩上，你此时告什么假？臣要去蜀中，找回内子。为了那个不识大体的苏氏，裴行之，你疯了不成？他跑了正好腾出正妻之位，你为了一个妇人要丢下江山社稷？黄河之事，臣已连夜做出3道备选策案，工部尚书可担此任。大方向臣已定好，出不了乱子，但臣必须走这一遭。若是不去，臣这辈子就真的彻底抱憾弄身了。放肆！他那定是欲擒故纵，用来顾宠的法子。他在外头连个伺候的婆子都没有，吃几日苦头，见识了外面的险恶，自己便会回来。他不会回来了。臣在他的暗壳里看到了堆积如山的遗书，看到了被泪水泡烂的画稿。太后，是臣看走眼，
他比臣想的要坚韧万倍，他离开臣，活得只会更好。若是不去追，这辈子臣就真的没夫人了。罢了罢了，你且去吧。谢太后恩典。苏清婉骗我，你说去找旁人了，我不信。你给我等着！哪怕翻遍整个蜀地，我也要把你抓回来，锁在身边一辈子不放手！苏清婉，以前会为了帮我缝补朝服，整夜不睡的苏清婉，和那个说去找旁人的苏清婉，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你？你敢找旁人？你敢！这里没有权谋，没有设计，没有算计。苏清婉，这就是你要来的地方。苏清婉在哪儿？什么苏清婉？我们这儿只有新入谷的弟子。就是他，太医院榜首，带我去见他。这边走。我到了药王谷后，师父为我去掉了额头的疤，还医好了我的手。现在的我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。阿婉，先喝口水，莫要把身子累坏了。这株九死还魂草虽然金贵，但你的身子更金贵。师兄，我能行的。这药谷的风水养人，我现在的力气比在京城时大多了。你在我面前如履薄冰，连笑都要掐着分寸。原来你竟也会这样毫无防备地对一个男人笑。苏清婉，真的找旁人了？你怎么敢？苏清婉，阁下何人？为何闯我百草园？陆师兄，无妨。裴大人，这药王谷山高路远，你不在京城操持你的社稷大义，来药王谷做甚？玩够了没有，苏清婉？跟我回去。裴大人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跟你早没有了任何关系，和离书我已经放在你案头，我不会跟你回去。我现在是药王谷弟子，请你离开。什么和离书？我没看到。苏清婉是我的夫人，你是裴大人，我不是什么裴夫人，我现在是药王谷弟子苏清婉，我在采药，请你离开。苏清婉，你疯了！是不是因为他？是不是？苏清婉，你别忘了你现在的身份，跟这种不入流的乡野村夫勾搭在一起，你不要脸，本相还要跟本相回去。清婉现在已经是药王谷的弟子，你没资格带走他。师兄，我自己可以解决。陆离师兄是谷主亲传，医道圣手，在你这种满眼只有权势的人心里，大概除了利益，看什么都是不入流。裴大人，大梁律法，女子可以休夫，亦能和离。如果你不同意和离，那我现在可以写一封休夫书。你要休我？本相不同意。只要我不点头，这婚便离不了。即便你要休了我也不行。苏清婉，别闹了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气。跟我回去，你要学医，我在相府给你盖全京城最大的药楼，请太医院最好的御医教你。你想怎么折腾都行，别在这外头丢人现眼了。丢人现眼！裴行之，你所谓的药炉，不过是想换个法子把我关在那四方天地里罢了。你到现在还不明白我想要什么，让我觉得恶心。裴行之，你看清楚，在这里百姓尊我一声苏大夫，师傅赞我是奇才弟子，可在裴府我是什么？是你随叫随到的管家婆，是一个装点人面的摆设，还是你用来应付你母亲堵住世人闲话的工具？胡说什么？裴夫人这个位置，京城多少名门贵女挤破头都求不求来。我不稀罕。裴行之，你到现在都不明白，我不需要你施舍的药钩，更不需要你用权力圈养的金丝龙。我要的是作为苏清婉活着，而不是依附于你死在那后宅枯井里的裴夫人。
你就为了这所谓的自由，连家都不要了？苏清婉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疯话？家，那个随时能让柳如烟登堂入室的地方也叫家，那个让你亲手摔碎我母亲唯一遗物的地方，它也配叫家？玉佩的事是本相一时冲动，我会陪你，我会派人找到大梁最好的羊脂玉，定能补给你一块一模一样的。跟我回去吧，婉儿。这几日府中没有你，我很不习惯。不习惯什么？是不习惯没人给你熏那满屋子的朝服，是不习惯夜深了没人给你熬那碗养胃的醒酒汤，还是不习惯没人任你随意发泄情绪，任你打骂羞辱了？婉儿，我并非此意。裴行之，这不叫爱，这叫依赖，叫你那令人作呕的占有欲，叫自私。你只是不甘心一个随叫随到厨人突然有了自我，逃离了你的掌控。可我已经醒了，我不爱你了，裴行之。你说什么？苏清婉，你再说一遍！我说我不爱你了，裴行之。你撒谎！你为了不跟我回去，连这种话都编得出！裴大人，曾经那个满眼是你，为你煎药熏衣，为你死守空房的苏清婉，已经在那个冰冷的雨夜被你亲手杀死了。现在的苏清婉，心里装的是蜀中的药草，是大梁的医术，是天下苍生的济世良方。我心里装得下万物，唯独装不下你。婉儿，我不信，你怎么能……师兄，咱们走吧。好，师父还等着看你的医案，我们走。不可能！苏清婉，你怎么可能不爱我？苏清婉，苏清婉，苏清婉，你回来！上酒，有最烈的烧八子。客官，这烧倒子辛辣，伤胃。再痛点，只要身体够痛，心里就不痛。苏清婉，你看，这就是你要的报应。我离不开你，我离不开你。婉儿，别丢下我。婉儿，我知错了，你开门，你开开门啊！裴相，深更半夜，你又来做什么？婉儿，你开开门。直到现在，我才发现我舍不得你，我很想你，我爱你啊！夜深了，裴相请回。京城离不开您，大梁更离不开你。不，婉儿，求求你别让我走！婉儿，我做噩梦了。我梦见在那艘画舫上，江水漫过了你的头顶，你静静地看着我，沉入江底，我怎么捞都捞不上来。我以前觉得我不怕报应，官场就是战场，心不狠站不稳。可是看到你对陆离笑的那一刻，我怕了，我嫉妒的快要疯了。我原以为我最看重权势，可直到丢了你，我才知道，这比丢了乌纱帽、丢了性命还要难受万倍。婉儿，我们从头来过好不好？我不让你伺候母亲，我不让你打理后宅了。你想学医就学医，你想悬壶就悬壶，只要你回来，哪怕是可怜可怜我，只要你别爱旁人，只要你回来看我一眼，我把这条命给你都行，求你了。裴时行，没有从头来过。婉儿，我已经死过一次，在你的相府里，我不想再做你的药引，也不想再做你的傀儡。人是要向前看的，而我的前方再也没有你的影子。婉儿，婉儿，我亲婉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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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亲婉儿。裴行之并未离去，站在屋外的老槐树下，不论晨昏，不论风雨。现在想，这盏灯是为我留的，现在我却只能在这里偷一点余温。
你出来看我一眼，我就走。若我就这般死在你的门前，婉儿，你会不会为我掉哪怕一滴眼泪？婉儿，你出来了，我就知晓你舍不得我死，你心里还是有我的，对不对？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婉儿，不要用这种眼神看我，你还爱我的，对吗？裴行之，这出苦肉计你还没演够。我没有演，我真的只是想见你一面。把自己折腾得半死不活，觉得我会感动，觉得我会像个圣母一样心软，然后跟你回京城继续做你的管家婆。裴行之，你太高估你自己，也太低估我离开你的决心了。你站在这里，只会让我觉得恶心、晦气、厌烦。不要这么说。拿着这个，滚！这是最后一次。若明日我出门还能看见你，我便立刻出谷，让你这辈子再也寻不到半个踪影。婉儿！不要，婉儿，不要！别走，求你别走，我不逼你了，我不带你回京了，我走，我马上就走，还不行吗？求你把那句话收回去，别不见我。裴行之，你现在的样子真让我觉得倒胃口。劳烦师兄去村口叫个人把他抬走，或者随便寻个乡野郎中，让他离远点，别死在我门口，晦气。婉儿，在你心里，我已经成了晦气的东西吗？原来有些错犯了便是犯了，有些人错过了便是一辈子。裴行之啊，裴行之，你权倾朝野又如何？现在竟然想用命来换他回头的资格都没有了。走吧。婉儿，慢点儿，这雪莲跑不了，要是摔了，你这身子骨还要不要了？师兄，你看，有了它，师傅留下的那张残方就能补全了。你这哪是求学，分明是在玩命。以前那个温顺规矩的苏大小姐，怕是被你弄丢在青城山脚下了。那个苏清婉早就死了，现在的我命是自己的，不再是谁的附庸。深夜寒气重，这是刚热好的屠苏酒，暖暖身子再钻研。放那儿吧，多谢陆师兄。药理是研习不完的，苏医者，你就不能看看这谷里的风景，或者看看身边的人？陆离，除了医术，我眼里容不下别的东西。婉儿，别走。师兄，天色晚了，你明知我的心意，才要使我护着你，深夜里我陪着你。苏清婉，你就像这山间的清泉，看着冷，却让我发了疯的想靠近。我心悦你，我知道你被那个裴行之伤透了心，但我愿做那个为你疗伤的人，把过去忘了，让我照顾你一辈子，可好？师兄，你很好。婉儿，可我这颗心早已在相府的血水里泡透了，冻僵了。陆离，现在的苏清婉不需要良人，只需要良药。师兄，多谢你，在谷中这些日子，你是我极好的知己，与你一同翻山研医，清婉真的很欢喜。既然欢喜，为何？但是我如今不想谈风月。所以，你还忘不了裴行之？不是因为我自己，如今的我只想将全部心血献给银针，献给我曾经错失的那些岁月。师兄，我的心太小，装下了天下苍生，便再也容不下一个男人了。罢了，我尊重你的抉择。婉儿，你是这山间的飞鸟，不该被关在笼子里，哪怕那是裴行之亲手编织的金丝笼子。多谢师兄成全。那
我们仍是最好的同门，共攀医道巅峰。自然。原来不是旁人更好，也不是我不够好，而是只是你自己。我曾拥有过完整的你，那个满心满眼都是我的苏清婉，却是我亲手摔碎了玉，也亲手把你弄丢了。师兄，我总觉得这天突穴下针时，若能偏左3分，对化痰定闯更有奇效。你瞧呢？你啊，一说起药理便什么都忘了。别动。多谢师兄，是我失态了。你原本是我的发妻，曾经连抬头看我一眼都会脸红的苏清婉，可现在你竟然让他碰你，你竟然对着一个乡野村夫喜笑得这般毫无防备！疯了，我要疯了！苏清婉，你怎么敢对他那样笑？婉儿，婉儿，我不敢去敲门了，我怕看到你更绝望的眼神，我怕你真的让我消失。苏清婉，你怎么能让他碰你？你竟然还对他笑，你怎么能这般对我？疯了，婉儿，我真的快疯了。我以前错了，我该死，我不该为了权势冷落你，不该为了柳如烟伤你的心，我知错了，我真的知错了。可是你不能真的不要我啊，你不能。婉儿，我心悦你，我真的只心悦你一个人。苏清婉，难道我真的只能眼睁睁看你走向旁人？婉儿，不求江山，不求社稷，这辈子我只要你。婉儿，若能重来。客官，热水备好了，客官。血！快来人呐！出人命了！客官，您可算醒了。为了拉回您这条命，我师父可是动用了压箱底儿的半只千年老参。师父说您这不仅是病，更是心存死志，再晚半个时辰，真是神仙也难救。您说您年纪轻轻，权贵模样，这是何苦呢？救我做什么？在这个没有苏清婉的日子里，每一天都像是在受凌迟之刑。脉象枯泄，生机不显。客官，药补只能补身，补不了心。我们需要联络你的家眷，你在蜀中可有亲故？没有，一个都没有。只有我自己。这是药王谷百草园特有的印记。师傅，这客官手里攥着的是药王谷的东西。这印记错不了，
你现在就去一趟药王谷百草园，就说有一位似是姓裴的客官呕血不止，求收之念全无。再说他手中死攥着百草园的血字条，问问谷中可有熟识的人能来看看他。是，小的这就去。你兰儿，我就知道你心里终究还是有我的。莫要这般。婉儿，只要你肯来看我，哪怕是骂我也好。用这种自残的手段来博取怜悯，裴大人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幼稚？我没有。你这般作践自己，不仅换不回半分情谊，只会让我更看清你。看清我也罢，只要你不走。婉儿，我真的知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哪怕一次。我不会再来看你了，这真的是最后一次。你我缘分已尽，你好自为之。苏清华，别走，婉儿，求你别走。我求你，别丢下我一个人！别走，婉儿，求你别走！我求你，放手！不放，死也不放！婉儿，我不逼你了，这大梁的香味我也不要。我去学医，我给你背药篓。我陪你云游四海，去哪里都好，只要你别不要我，没有你我会死，我真的会死的。怎么哭成这样？不，婉儿！裴行之，我们早就结束了。在你为了那一匣子死物选择跳船逃生的时候，在你为了柳如烟当众羞辱我的时候，在你亲手摔碎我母亲玉佩的那一刻，裴行之，我不恨你，恨一个人的力气，我早已耗尽了。婉儿，只要不恨，我们还能……但我也不爱你了。我说过了，这两世的枷锁，今日便彻底斩断了。从今往后，你是生是死，是权力滔天还是落魄狼道，都与我苏清渊再无半点瓜葛。不要，请你放过我，也放过你自己。婉儿，裴行之，这辈子哪怕死，我也不要再遇见你。那日之后，苏清婉真的没来看过我，于是我养好便返回京城，决定不再打扰他。相爷，快放下这些粗活，交给下人做便是。您这双手是拿朱笔定乾坤的，万万伤不得啊！3年来，苏清婉每日便是这样，被烟火熏燎，被利刃所伤，我却只关心那粥熬得够不够浓。原来大冬天的井水真的会把人的骨头冻碎。火候控不好，药炉会炸；水放少了，药会焦。苏清婉，这些事你做了3载，从未出过错，我竟还觉得那是你应该做的。听说裴相如今自个儿洗衣服，手上全是口子。裴相变了，有了烟火气，倒像个活人了。只是那眼神空得像口枯井。我不是变了，我是在赎罪。苏清婉每受一次伤，每流一次血，我是不是就会离曾经的你更近一点？我喘上气了，
神医，真是神医啊！婉儿，你这套金针入血配合古方，已经救活了这一条街的人。不够，师兄，去把那几味烈药再加2钱。我积攒的这些才华，若不能在这生死关头绽放，岂不白活？多谢神医，真是不错心肠啊！上一世我困于后宅，连枯枝落叶都要怜悯，这一世我终成这天地间救人的心主。苏大夫，您的医术中总有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气魄。在下斗胆，听闻您在京城曾有过一段姻缘，不知这段往事对您的医术可有影响？苦难是医道的磨刀石，但并非人生的全部。那段经历让我明白，女子不该是谁的附庸，更不该被困在后宅的方寸之地。苏大夫高见。唯有当你打碎那个依附于人的旧我，方能生长出一个独立、完整、有力量的新我。若没有那一遭心死，便没有今日的苏清渊。抢到了，这可是蜀中苏神医的墨宝，连太医院都收录了。听说这苏神医曾是咱们裴相那位前妻。前妻？裴相那是高攀了，现在的苏神医那是9天上的凤凰。婉儿，掌柜的，给我来10册，都要装订最精美的。10册？这位管事，这书虽好，你也不必买这么多。我家主子想看。苏神医，婉儿，这就是你说的独立、完整、有力量的心我吗？你说的对，我不配做你的归宿，甚至不配做你的对手。婉儿，你飞吧，飞得高高的，莫要再回头看这肮脏的京城，莫要再回头看我这满身罪孽的人。我会在你瞧不见的角落，一直看着你发光，哪怕只是看着你，这样便好。苏清婉，你赢了，你赢回了你自己，而我活该在这名为权力的废墟里孤独老去。今日即便是把血挤丢了，我也得亲眼见见那位从蜀中回来的苏神医，那可是活菩萨。何止是菩萨，听闻当朝太医院院士都亲自来捧场了。咱大梁几百年才出这么一个女医圣，那是天上的活神仙下凡。这医案里的方子，太医院试行过，确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吉效。苏大夫，实乃大梁杏林之光啊！不再寒暑，1800个日夜。婉儿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可现在的我，竟连站在你面前的胆量都没有了。苏大夫，这清渊医案中的逆针之法，老祖研读数遍，仍觉精妙绝伦。这医圣之名，您当之无愧。院士过誉了，医道无涯，清远不过是待万千病患，向老天爷讨一线生机罢了。这方子还需诸位同僚一同入药核认。是婉儿，是曾经为了给我缝补朝服，连眼睛都熬红了的婉儿。她变了，她不再是那个在裴府别院里苦守残灯的弃妇，她是9天之上的玄女。现在的我，在她眼里，大概卑微的连地上的尘土都不如。真好，婉儿，我就快走到你面前了，你还会认出我吗？这5年来，为了模仿清婉洗碗洗衣，手已经皱成这样，不知道清婉看了会不会嫌弃。最后几个了，签完今日便收工，没排上的明天赶走。这股味道
这股属于苏荷香的残香，我认得。我以为见到他，我会痛哭流涕，会不顾一切的跪下求他原谅，会告诉他这5年来我活得有多像一条丧家之犬。许久不见，是许久不见。阁下要在上面写什么？写赠裴行之，愿余生安顺。好。多谢苏大夫。无妨。下一位。愿余生安顺。婉儿，没有你，哪来的安顺？曾清婉，我有悔，还有，我心悦你，但这辈子都不必让你知晓了。如此便好，你在云端受万人敬仰，我在泥沼看着你便好。圣玉将苏氏清婉，悬壶济世，功在千秋，特封为大梁医圣，受万民香火，与国同光。人等参见医圣，愿医圣安康。谢主隆恩，清远今日不谢封赏，只谢那个曾经死在深宅大院里的自己，谢他给了我涅槃的勇气，让我在这苍茫世间找回了性命。相印交还，老夫告老还乡。裴老，您这半生权倾天下，当真舍得？权倾天下又如何？到头来连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。这是夫君，日后一定会位极人臣，届时我再给你用金线绣更好的。原来在那深宅大院里死掉的不只是你，还有我裴之明的整个人生。家国天下永远是第一位，我无暇顾及儿女情长。你若想好，便安分守己，莫要生事。夫君，我会守着你，守好这裴相府。相爷胃不好，这粥得熬足时辰才糯，旁人做我不放心。身为裴家主母，职责是围着后宅转，看这些医道杂术，荒谬。是。妾身以后不看了。错，我把你弄丢了。婉儿，这辈子再也没人为我守那一盏灯了，再也没人为我熬那一碗暖胃的粥了。相爷，您喝一口吧，哪怕是一口。书房最深处，拿那本《清远医案》。小的省得，小的这就去。婉儿，你看，我守着他呢。夫君，你回来了。这药里我加了薄荷，最是醒神。终究只是我的幻想。苏清婉，我赢了权位，
输了你。婉儿，来世若还能遇见，换我来守着你，给你煎药，给你磨磨。还是莫要遇见了，你一个人飞得那般高，那般好，莫让我再把你拽入泥潭了。老爷！起风了。师祖，我翻阅您早年的手札，里头常画着这个男子的背影。他是谁啊？您当初可爱过他？爱过，爱到甘愿为他死。裴行之，救我！裴行之！那一刻我才看清，你的天下很大，社稷很重，却唯独没有我的半寸之地。那后来呢？既然爱过，为什么不在一起了？后来啊，我发觉比起爱他，我更爱我自己。爱他太苦了，要剔骨削肉，要粉身碎骨。爱我自己，才有这满谷的药香和这自由自意的一生。当年的种子，如今也长成参天碧色了。这天地草木，从未负过我。医生奶奶，昨天的故事还没讲完呢。那株能救千人的还魂草，最后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不过啊，这世上真正的还魂草不在深山，而是在你们每一个人的心里，那便是不自轻，不自贱。去吧，去过你们自己的人生。记住，万事求人不如求己，求爱不如自爱。天朗气清，倒是个启程的好日子。裴行之，这一世我也享受过了。我没去寻你，也没去恨你。我这一生救了万民，也终究救回了那个在枯井里挣扎的自己。我这一生无病无灾，无憾无悔。来时是一缕烟，走时是一束光。